好，我们刚刚讲到哈，现在这个新北检已经介入调查了，而且现在不是只有查到底他有没有介入霸凌这么一件事情，现在也被爆料说，包括了他养植物电费暴增55万，还有他用了很多的公帑。好，这里面呢包括了请自己的朋友吃饭，一餐4万2，据说这些通通都是全民买单。那大家就要问啊，不对耶，你这个东西呢，到底是哪里来的钱？好，黄国昌有去查了，他说他就发现预算书里面完全看不到他有送礼啊，那从哪里来的？后来呢，他仔细的去查，才发现了，原来啦，连促进银发就业、青年就业计划也可以挪用33万去送礼，然后呢，就业保险基金端午节就花了43万元来送礼，这一些东西到底送给了谁？这个我们也想知道啊，因为就里面的人出来爆料了，说有些东西其实还堆在他办公室里面。现在他那个4万2，郑凤师是承认的，说有这笔。4万2，我们这里就一餐4万2，请多少人？如果你请10个人，一个人就吃4000多块，那是什么等级啊？5星级 Plus 的等级，对不对？那他一个分署长，老实讲，当然官好像很大，实际上没有很大啊。他的里面可以我们所谓的公关费用好了，也没有多少钱呢，所以他就到处挪嘛。你注意看到，所以这里面来看的话是4万2这笔已经认了。那些又有被踢爆了，说那你中秋节花了43万啊，然后用什么地方呢？用就业要保险安定基金，然后另外一个安定基金又花了38万，这些林林总总看起来有人就算过超过100万以上，就是他，所以刚才有人讲说，哎呀，不要看他背后是谁，请问他如果背后的靠山不够壮不够高，他敢这样花钱吗？他敢这样花钱吗？老实讲，决算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算账的。你这里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萝卜一个坑，它可以留用的钱也是有限的。你公关费用了不起就跟业会一起留用，那怎么会用一个就业安定基金，用就业另外的保险基金来付这个钱？这些来讲，这个科目都不合，你就发现到说，这些都是人家把它做出来的，那这些都属实的话。那就变成是，它完全是法律如无为，是预算法如无，是相关的规定如无，而且可以这样子。那我们就要问，他花这些钱，那些东西在哪里？你吃饭就吃掉了哈，那给我们公布啊，请谁啊？请哪些大人物啊？花这么多的钱，是你要请你的长官以后升官用的。那这些买这些的礼品，你是送给谁？你是官了，这么重要的官，送给谁？我们要知道，啊，是不是？你说，哎呀，这个未来的一个再往上升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如果这样子的话，很糟糕哎。另外，我要强调一点，他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强硬说，好像他都没有错？是因为依据相关的规定，公务员呢，你认为他做的不好，你要调平行的缺啊。你不能给他免了，就按照一般的规定了，说你不行，了不起把他调一下。可是如果你触犯司法，那就不一样了哦。今天法务部他们封案调查了，封案调查这里面在查什么的？就是有委员提到的嘛。对，你这里面花这么多钱，有没有图利？是图利啊，那图利就很严重了。那这里面来说的话，那图利就4年起跳啊。如果被判有罪的话，那他通通没有了。所以就为什么他的包括他的律师洋洋洒洒列了12点讲出来，哇，这么强硬啊，干什么？他就捍卫他那一份的也许退休金啊，也许他的什么工作啦等等的，按照一般的规定如果他没有犯什么错，他没有犯什么错，你最多把他拼掉，那他就认为他没犯什么错，所以你会有发现到目前为止。已经整个台湾的社会都沸腾了，但是他还是咬死不认，他认为完全没有错，而且死者的死跟他没有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他这样讲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
老百姓不会买单这样的讲法的。好，如果说啦，一切只要依法行政就可以的话，那大家就想问啊，这一些东西真的不算图利吗？当然，陈家之他就自己在问啊。如果说呢，你发包有人标案，因为像他也发现说呢，有人跟他爆料说，之前呢他不是送礼而已哦，他送礼呢，他还有一定的规格，然后呢，这个外包装都要他发包给他一个友人来做设计，那这又是另一笔钱啊。其实，在这个事情整个爆发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在讲劳动署特点在哪里？特点在他们案子很多，也就是他们的经费其实还蛮多的。来，其实这个问题有2个层面可以来想一下。就刚刚这个主任有提到，这个礼盒的采购，据报道，他疑似是给他一个特定的这个私交甚笃的一个好朋友。如果这样报道属实，这就非常严重。你这个设计案到底有没有通过政府的这个标案？有没有？如果没有，刚刚有讲过，这太多法条可以来惩治他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政风单位或者是检调单位就应该要开始做一个立即的这个追查。第二个，礼盒的这个预算，它到底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所谓的政府采购法？好，他挪了非常，刚刚前面都有提到，他挪了非常多不同的预算科目，比方刚刚有提到这个社群媒体标案，什么青年与银发计划，这些计划本来是要给我们国民的，给这些劳工朋友来做一个辅助的一个动作的，结果被你挪用去做买你礼盒这个动作，又明显违法。所以光这2个面向就值得检调单位来好好做一个彻查。另外，我提一个可能今天的新闻出来，大家还没有很关注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就今天新北市消防局有出来做澄清就说在11月4号他亲身的那个时刻，当这个救援员赶到现场的时候的一些状况，我觉得就是盖布。什么意思呢？据报道，我先讲，据报道是说，因为他是很明显的是亲身的死亡。照理说，如果你是从前一天晚上的7点就失联了，到了隔天早上5点的时候，这段时间已经过得很长了，代表说可能他生还的几率已经不大了。而且根据报道，现场救援人已经发现他有失僵的状况。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如果都出现了失僵了，而且是明显死亡的话，照理说你要保持这个现场。你要报请警察，你要报警，甚至检察官来做个相验。结果他们把他拉下来，然后用这个所谓的轮椅，我猜是搬运椅啦，送上救护车。那还是很不幸的，就身亡了，往生了。但是在这个现场到底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或者在这个现场你是不是要遮盖什么？你从一开始发现的时候，你就想要遮盖，你就想要盖布，所以造成后续所有的处理原则都露出了这个马脚嘛。你根本没有很积极的，你并不是说看到很可怜。我很难过，今天我一个员工不幸在这边有这个状况发生，我要赶快把所有真相挖出来之后，给员工一个交代，给我们全体国民一个交代，然后诚恳的道歉，防止以后这种不幸的事情再度发生。可是从第一时间开始，我就没有看到这种态度，我看到的是想要掩盖，想要官官相护，想要偏袒，我们国家真的很可悲了。来。是，其实我还是认为谢盈荣本身应该是没有所谓的靠山，因为有靠山，那个靠山应该会叫他闭嘴，因为在这个时间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敏感，而且我们看到他毫无歉意。如果今天他有靠山，我相信他一定会要求他，请你不要再讲了，请你安静一点，请你好好的道歉。可是今天完全没有，其实这个状况就有点像是一个公务员，因为公务员大家要知道，你要让他离职真的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其实对他来说，我个人认为他还特别找律师发这个声明，他其实是想要在司法上面，他有一些他的安全网，这个防护网，让这个火不要烧到他自己身上，所以他必须拿这个所谓的调查报告做挡箭牌。甚至是我们看到他如果被免职之后，他会完全没有退休金。我个人认为他还是在捍卫他自己的利益，而且我真的非常生气，他对于这个事件完全没有歉意，也完全没有悔意，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所以我要再说，事务官跟政务官是不同的体系。政务官如果今天他有问题，就直接叫他下台，可是事务官完全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今天连这个所谓的院长他也道歉了。那昨天我们看到总统也道歉了，可是这个事务官还可以在那边言之凿凿，他非常的恶劣，非常可恶。但也确实，现在的现行法律在规范公务员上面，你就是没有办法叫他直接离开，他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很严谨的程序。我们真的超级气的，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把他马上拉到这个台面下。好，但也必须要来厘清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执政党是民进党。如果说呢，真的对于这件事情你痛定思痛，或者是呢，你真的是理解到这件事情有多严重的话，那应该在去年的时候，在今年2月的时候，在快2个星期之前，有人到这个委员这边办公室来陈情的时候，民进党的委员也有这都是要陈情，就应该办啊。那为什么那个时候都没有？现在很生气，然后呢？没有然后啦，人已经走了。先进广告。
好，我们讲这就跟 Me Too 风暴一样，它是业力引爆，突然之间呢，现在各个处室、各个部会都出现了有所谓的霸凌事件。然后呢，在10月的时候，我们刚刚讲了，基隆的海科馆这边呢，现在已经这个案子报上媒体报道了嘛，所以现在呢，也有人讲说，哇，这个馆长现在确实在开会的时候语气比较祥和平和一点点。但最新的是什么？最新的是疾管署来看报道。向卫福部长邱泰源递交基层陈情信，因为立委收到爆料，疾管署土皇帝，逼得大家不得不离职、调职、降调、退休，甚至请育婴假等等的逃离现场。但是主管就这3个人呢，是集体的网购、打屁、聊是非、爽休假出国，下班时间一到就走人。基层点名整备组组长、科长简记职场霸凌，网上还流传一份疑似组长的咆哮声音。你为什么要改我的指令？为什么要改？你相信你写的可以吗？我会这样做，我是神经病吗？下次我不要跟你们开会了，什么意思？你能改什么改？你为什么要改？这是目的良善的沟通嘛？当然，我觉得以及1个礼拜内会有调查。我请部长要加快了啊，因为我认识部长也没有多久啊，我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好不好？好，你别。哀酸下场别跟何佩珊一样，邱泰源脸色一阵尴尬铁青。据了解，这名整备组组长84年任职公务人员，94年开始在疾管局担任副分局长。算一算，近30年的公务员资历，光是在疾管署就有20年。我们不容许有任何职场的霸凌，所以只要有任何相关的信息，我们一定严加调查、严加办理。公部门霸凌案件频传，海科馆馆长陈素芬日前也遭到员工指控，疑似言语霸凌下属，甚至还拒绝员工请假开公务车上班，导致员工寻求身心科协助。事件延烧快要1个月，国民党再度大动作开记者会，爆料海科馆不仅没改善，馆长甚至还涉嫌图利自己人，而且呢，甚至是利用这个公帑花6000多万，然后把标案通都给了2个儿子的公司。哇塞，真的是好棒棒啊！果然是有绿色党证、有绿色通行证，就是不一样。好，我们说是不是土皇帝到处都有？这有多可怕？在整个政府里面有多少土皇帝？请教蓝萱姐。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实在很奇怪，就是说他应该都在那里。只是因为这个事情引爆之后，大家才敢出来，才有勇气，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因为不可能突然之间生出那么多土皇帝嘛啊，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要问了，那为什么那么多呢？到底是因为从不分颜色都有吗？但是过去的国民党，你长期执政底下，其实当初我们在批评的时候，什么官僚体系、官腔官调，不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呢才会认为说蛮憨啦、不思改进啦、恐龙啦、不接地气啦，但是你都还没有听到那么嚣张。就是你可能觉得他动作太慢，你可能觉得他太过保守，你觉得他可能很多地方就是已经慢慢的已经腐败了啊。但是你说这么的嚣张跋扈的，我没有听到那么多哈。但是如果就算有，那问题是民进党不就是要推翻或者他要去改革整个的文官、整个政府的体系吗？那为什么你才执政了8年？不过他当然已经2个8年了啊，不止了哦，这个2个8年再加上这个第3个的不晓得什么时候要做到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问题事实上有点太夸张，就说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的嚣张跋扈？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政府单位压力太大吗？还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官员的个性抗压性都不高吗？那还是大家的 EQ 都很低吗？就总有一个原因嘛啊。好，那如果说你事实上我们没有特别觉得说我们的政府的效率高到说大家什么 KPI， 然后因此的话呢都必须要那么的整个带弹，因此造成压力那么大的话，那回过头来去讲，看就是那这些长官都是有靠山吗？我觉得这是他会很合理的怀疑哦，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多？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它显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案，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普遍会存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民进党政府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也必须要给大家一个答案的问题啊。那否则的话呢，通常都是这个样子啦。就事情爆发之后，你一定会开始呢这个看起来比较的紧绷，然后大家就是说要检讨，然后就抓几个人出来，然后的话呢壮士断腕，然后祭旗，那之后风波就过去了，那所有事情就回到原状。但是回到原状的民进党，他才执政。也不能讲多久，他现在已经很久了啦但是我的意思说，他已经比起当他们批评的国民党，其实不只是没有好到哪里去，甚至更夸张、更可恶。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对我们来看真的是很
很难去接受啊，更何况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啊，就不只是说是不是后面有靠山的问题，是不是什么送礼的问题？刚才讲送礼，突然在想到，那翁博中你不在送礼吗？他还叫别人买单嘞，你不觉得很夸张吗？就为什么会老是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好，那过去的话呢，你要惩戒就惩戒，但现在的话，你都躲在什么后面？然后的话呢，对民进党来说，甚至都会去某个程度对先护航他们，都替他们找理由，然后好像大家批评的都不对。就他好像一副冤屈，就不太理解。那包括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谢宜柔，他不管是不是后面实施的靠山是不是成局，但是你不可否认，很多看起来局系的人，其实在民进党政府里面都是横着走的。陈启玉跑到哪里去了？陈启玉不是高雄市的副市长吗？他就是我真的不晓得到哪里去了？那有那么难找吗？出去了吗？那还是就跟先前这个陈局也有一位他的什么办公室的专门委员，对不对？赵家宝，他也不见了好段时间，他到哪里去了？可以在台湾躲5年，后来突然间他还发脸书被发现了，所以呢5年前他被抓起来。那这些都是为什么他们会那么的逍遥？为什么他们会那么的逍遥？然后呢，想跑就跑得掉，是想抓都抓不到，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找不出答案，是我们可以提出问题吧？那请民进党政府给我们答案啊！而且我们也很想知道，为什么部长都会不知道？邱泰源听了也傻了啊！有，这因为现在已经被延上了嘛，1个礼拜之内交报告。然后呢，劳动部长，以前呢还是专门在做劳运的何佩珊，他也都不知道。有，我们赶快交报告。我们就想问，为什么都会不知道？奇怪了。其实这个有关公务体系里面的职场霸凌，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我刚才不是讲说，在今年8月那个保发中心，那个是对工读生霸凌，而且后来那工读生他坠楼死亡。那最近呢，其实也同样的这个也是媒体爆料，就是台电的他当然一个分处这个经理就是投诉的经理，那他的过程也是，就是说因为经理常常骂人嘛那所以只要这个经理走到他的这个前面，他就开始心生恐惧那他也要申诉，结果呢，因为他们通常是要向上级单位申诉，那就直接告诉你说，你如果申诉的话搞不好你的考绩就会受影响。搞不好你会被调职什么等之类，所以这个为什么像职场霸凌事件，它跟 Me Too 是一样？我相信未来我们会听到很多类似的案例，大家可能鼓起勇气，在这一波里面，我可不可以把它勇敢的说出来？因为之前不敢讲啊，因为我怕我讲了之后，我会影响我的考绩，我会影响我的升迁，而且最重要，我投诉也没有用。然后这些部长级呢？当然，因为他可能分散在不同的他们的那个相关单位，那这些呢，就是等于说层层的压案，官官相护，可能你在申诉就没办法上来。同样的海科馆，或者是在这个谢宜荣，就是这个劳发署的这个北分署的事件都是一样。当他开始不要康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就开始抓内鬼。他第一件事情是来抓内鬼，他不是来去处理。就是来做约谈成立档，不是就开始抓内鬼，谁去跟民意代表反映，谁去跟媒体反映，所以这件事情我老说，所以我认为这次不管是院长道歉或者是总统道歉，他如果真能解决我们长期存在公务体系的这些霸凌事件，我真的觉得这恐怕这位吴姓的公务员之死他才没有白死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讲一下那个就是有关送礼的部分。1年3节赠礼183万，我们是民意代表我不晓得志豪那个伟山或者宝哥，我当民意代表我都不需要送这么多的礼，你到底是你要是选什么啦，我都不晓得。而且他花的钱里面去移用了一些什么像就业安定基金。你知道，其实一般来讲，像劳动部的这个预算是很难被删掉的，因为他只要举个大旗，我们维护劳工权益，大家觉得说这个不能删，结果没想到你们还胆敢去挪用就业安定基金，去挪用什么银发就业、青年就业，讲的花这个理直气壮，讲的这样子那个好像一副给这个就业这个劳工什么样越级，结果钱拿来去让你去做馈赠。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经也是杨耀是民进党的委员他就曾经爆料，他说就业安定基金全部4000万，
你3000万通通给高雄办什么活动啊？什么女性劳工节，就是一些活动啊，就这样烧掉嘞。4000万、3000万给高雄，后来才知道，原来许明生要去选高雄，可以这样用吗？就业安定经济本来就是来照顾我们弱势的劳工的，结果你们拿来，不然就是来去送礼，不然拿来去让你去做人情，不然拿来以后你要去选举用的，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们有良心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有很多的冰山的一角下面，我们把它挖出来，能不能就这一次的这个机会，好好的去检讨？但是我真的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们现在眼睁睁的看着很多的这些用人为亲、用人为赖，或者是都是在亲信用人，继续在发生呢。我刚才讲到是外交体系，前不久有一个那个台湾金联那个吕正章，不是也是这样子吗？从哪里来都不知道，是对不对？那说实在还好，他3年就走人了。如果他再做个3年呢？我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是，就像陈其瑜再做下去，人都跑掉了。是，太多光怪陆离，真的实在太离谱的事情。陈其瑜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到案，现在还有一个公务员之死，请大家痛定思痛吧。好，用人为亲、用人为赖等等，就要来看看这个人他是对于赖清德总统发出沉痛的呼吁等等来看。到底是谁想要跟赖清德说说话？他啦，于天大哥。于天大哥呢，上这个有台这个大哥的节目，说什么民进党真正欠你做贼啦！跟你讲，进前讲要搞我华视啊，华视迄3页啊，要安怎走啦？电视台3页要安怎走？哎，公视我干嘛会使？好啦，他在媒体上面大爆料，说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啦。然后这次呢，立委选举也叫他要让给年轻人啦，所以他就讲啦，那个时候也说要给我基金会的位置啊，选完现在只给我一个无给职的国策顾问啊，真正看我做贼。那其实呢，他在讲完话之后呢，就有很多人不同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哦。比如说郑国会，现在也退了嘛，哈。陈亭妃讲说，哎呀，于天大哥，天哥真的帮忙我们很多，唱歌用感情啊。新潮流讲话就不一样哦。赖瑞文委员讲是说，乡人为国嘛，用人就是要适才适所嘛。哎，我赶快呢。这个实在很残酷了哦。赖瑞文说用人适才适所，意思就是他不够格啦，他不会经营啦。虽然他是这个演艺人员出身的，声音这么好听，而且这个是歌手这么有名的，这个全台都轰动的。老实讲，他对民进党贡献很大。他原来看到国民党的，他原来感情比较多是国民党最早的时候，老三台对不对？他跟国民党的渊源比较深啊。后来被挖去民进党那里，而且选了3重，那个地方是不好选，不过那个地方是绿营的票仓，他也选了几次都当选了。那这一次来看，大家都说，哎呦，他要华视，华视只有3亿，他公视啊，其实他更在意的原来是要选新北市的主委啊。这个我们的戴小姐应该清楚嘛，戴议员清楚，后来给弄掉了的原因就是说，哎呀，这个让给年轻人吧，什么之类的。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为了选新北市长嘛，哦，那你就注意看到于天，他等于一直在让，而且他还公开说，在这次选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的时候，2024年的时候，公开向赖清德要位置啊，要不分区。你就发现到媒体都在拍哦，媒体都在拍，而且媒体都挺他嘞，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你想一想，在民进党整个要起来的过程当中，他这样子奔波南北奔波，这个他只要一唱歌，吸引多少本土的，吸引多少的比较年长的会怀念他的歌曲，票就给民进党了。他对民进党老实讲立了汗马功劳了。结果现在华视没有，公视今天小野。这个文化部长也打脸了，他当一推要排舞啊，他这个讲话也太那个了。我觉得他可以讲稍微的 soft 一点嘛，他可以说，哎呀，这个这么好的人才，我们愿意来帮忙。可是呢，现有办法呢，这是这个评审委员会按政党比例2/3啊，这个能不能出现？这我这个什么等等的，他一下就说，哎，不行了，这个跟我没影响力啊，我没影响力。那简单来讲，就是因为老板没有交代嘛。这还是一句话，赖清德也没有交代。赖清德有交代，于天就有地方去。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代表新潮流系的赖瑞隆讲的应该最贴切的哦。新潮流系的讲的是说要适才适所啊，什么意思？啊，就说你不够给啊，要经营一个电视台，不是刚才也要唱歌呢，你还会经营呐？可能用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事情呐。但是你就觉得说，一个他讲的，我觉得听起来还蛮心酸的哦。是，他说因为了民进党，他这段时间卖了7、8栋的房子，对，好像只剩下1栋他自己住，用这样子，他讲的这个样子的，那金德难道没有？想一下，安排一下吗？心里没有揪一下，说哎呦，那也安内吗？哈啊，但是问题来了哈，因为他过往也曾经跟新潮流对尬过啊。那于天曾经说呢，他在这个蔡英文有跟他讲过，你不要被新潮流绑架啊，这不是跟人家对尬吗？啊，人家现在就流不一样嘛，现在就流到那边去了嘛。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议员怎么看？我吗？是，其实这不就刚刚印证我们刚刚讲那么多裙带关系、派系政治，好，所以其实我这不意外啦。不过我必须这样讲，我对于天大哥是很尊敬啦，因为我觉得他歌唱得很好听啦。哈，那他有这样的一个委屈，我觉得我也都可以理解。但是问题是，公共电视它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以公众利益为主的电视哦，它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然后它是服务大众的哦。那刚刚委员提到，或许是民进党当局觉得他可能真的不太能够胜任这样的一个职位，才有这一波。但我又回过头来讲，就是说，就是因为有这些裙带关系，有这些派系政治，才把我们台湾目前的政局搞成这个样子嘛。所以我觉得跟刚刚的这个不幸的霸凌事件也是有相关的。如果今天台湾的政治能够够亲民，不再有这种所谓的利益的派系这么盘中错节的纠葛，然后能够是专门以专业。以能力来论断你是不是可以到那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或者无所谓的纷扰应该会减少很多啦。所以我还是觉得今天不管是这个现今的这个民进党政府，或者任何有可能在政党轮替来带领我们台湾继续向前走的任何一个政府，我觉得都应该要把持这个原则。我觉得用人为才啦，专业能力才是重点了。好，可是于天大哥都喊话了，你们新北这一边对不对？于天大哥应该也都蛮照顾你们的，那你们现在会被他爆区吗？还是你们也觉得跟这个赖委员讲的一样，是用人适才适所很重要啊？其实我有点吓到，因为国策顾问其实位置蛮大的哎，因为说实在的，钱啊，不是无几十啊，所以你觉得于天大哥是要钱跟权？卖了7、8栋房子嘞。你想他们有多少人想当国策顾问，然后当不到，然后于天大哥会被很多人羡慕。其实这个就代表说他真的是在整个选战的过程或平常对民党很有贡献，所以才给他国策顾问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真的少到不行，比什么国营事业的董事长数量还少。所以这个位置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值，也代表说我们是真的觉得他很棒，觉得他对民党贡献良多，所以我们才让他在那个位置上。不然这个国策顾问其实不到100个，真的大家抢破头，所以我才说很多人会很羡慕他啦。所以我觉得我们并没有说觉得他就是不 OK 还是怎么样，我们是真的很尊重他，所以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那至于说，如果像刚刚委员说的，你的认知，你觉得他是因为没有钱没有权 ，OK？ 那我觉得这个也许可以再来讨论啊，也许会有更适合的位置啊。那只是说在媒体上面，可能就也许有不同的想法，也许有更厉害的人，或者说更适合的是人来在这个位置上面来为台湾来打拼嘛。那毕竟一个媒体的经营，我想这个也是这个非常非常多事情要去管理呢。那于天大哥他当然他可能有更适当的位置可以给他。没，我打岔一下，好不好？对不起，我一定要打岔。他一定会想，吕正章何许人也，可以当今年董事长？然后那些都叫不出名字的这个董事长、那个董事长，难道不就是民进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啦？就用人为赖，用人为新潮流。所以他是等于喊话了，这很清楚的。国策顾问没有错，这个戴议员讲的对，他位置很高，可是对他来讲，他现在需要的是。当然是需要两边都有嘛，位高权重啦，但是心里面的感受是真的嘛？来，请教一下。我只讲一句话，民进党不是说党政军要退出媒体吗？那为什么不管是公视或华视这样的一个人选竟然是要帮人家安排位置啊？我请问一下，于天一定有人跟他谈过嘛？他就觉得他的讲法是这样，华视只有3亿啦，他不想去啦，等等。然后既然讲说公视反正呢，不需要赚钱啦，不赚钱也没有关系这样子。党政军退出媒体不是只有股权，其实它最主要的意义就是你不能去控制他的人事权，你不能去控制他的经营权，对不对？所以请问一下，这不就是直接大拉拉的党政军
的手直接深入媒体的人士吗？是，所以真的说一套做一套，真的大家觉得很心酸。那所以现在公示当然最后。我不晓得这个于天到时候会给他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但是公示确实需要整顿嘛，这个台湾 Plus 现在包含我今天看到我们教育委员会也做成决议啊，好，比如罗志强委员说也一定会删了，因为台湾 Plus 最近表现的实在也是非常非常的离谱啦，烧了那么多纳税人钱，然后出了这么多的包，还丢到国际上去，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真的是一定该砍就一定要砍了。好，孝贤要请教香龙哥了，你怎么样来看？好，原因是因为他为什么想要去公示？是因为你看公示台湾 Plus 做成这样子，58亿达成率1成，也还是一样啊，对，公示嘛，小野在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在帮柯文哲选市长的时候，被丁守中的阵营呢发文宣，说他是民进党的文化门神。他还有纸风车，那时候都在帮民进党助选。他那时候出来哭了好几次，就说觉得丁守中污蔑他不是民进党的文化门神，现在都已经当文化部长了。要当文化部长是不容易的事情，你要有高度的政治正确。于天不太懂这一点，就是于天拒绝华视是对的，华视是空壳子。华视呢地都快卖光了，收视率这么低，摆在52台也养不起来。华视甚至要花一些钱呢，去帮民进党再养一些外围的门神。你看那些谈话性节目里面，许多都不是台湾的本土人士。长时间，只要跟大陆沾得上一点点边的。非台籍的反中人士在台湾呢，经常呢都是靠华视养，从过去江辖时代就一直维持这种的情况。只要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就是由公部门的钱呢在养这些人，做的节目呢有高度政治性，那还像公共电视系统吗？这么清楚的政治立场了，还要讲什么？但是今天如果说呢，于天要去争取公视的董事长。如果跟于天讲说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他还真的有几分道理。公视的董事长呢是需要呢经过呢公视的董事的遴选的委员会，那个委员是按照政党比例的。我参加过，你基本上面现在在野党居多数的时候，你不会过，除非呢在野党真的要放你水。同时要动很多的关系，像是之前的董事长，大概呢都要尽可能头要低的很低，同时你还真的得要对付得了公共电视体系里面很多的牛鬼蛇神。公视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要拍一些政治正确的剧就好了。历史再不对都没，历史错误没关系，政治正确最重要。于天懂不懂这个？我认为于天不懂。我认为于天不知道什么叫做历史错误、政治正确。今天如果你要在台湾的公共电视体系里面，你要谋个一官半职，把它当做呢是你的可以呢栖身之所，那8个字你要记得：历史错误没关系，政治正确最重要。至于就是说呢，刚刚戴议员讲的就是说呢，国策顾问呢有多么的声望从容。我猜今天如果呢问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个呢劳动部的分署长，我如果让你选劳动部的分署长呢跟国策顾问让你挑一个，我一定呢挑劳动部的分署长，我全都才不会去当国策顾问，鬼要去当那个国策顾问。谁不知道国策顾问就是今天呢封神榜都封完了之后呢，没有位置人就把你塞到国策顾问里面，不就是这样吗？封神榜今天超多人。今天的台湾的，除非呢，就是你已经退休退到没有位置去了，我7老80了都无所谓了。那当个国策顾问，如果今天呢还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还颇有呢雄心壮志的，谁会去当个国策顾问？我说你不讲，我还真的不知道有谁是国策顾问。今天有谁在乎谁当国策顾问？连资政我都不鸟你了，我还国策顾问呢？国策顾问资政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社会分量跟社会地位可言，何况那个顾问把现在的国策顾问叫出来，请问总统1年呢咨询你几次？总统有没有叫你来问问看？基于你的专长，于天最近演艺圈的事儿，你有没有什么想？我告诉你，一次都不会有啦。有啦，才刚结束而已。基本上面呢，那些呢都是大拜的形式，大家呢找来呢吃个饭呢，就是好像呢有这么一回事情，就这样而已。所以于天的选择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要去卡公视的那个董事长，现在我认为你办不到。
好，所以大家对于国策顾问整个社会上面的氛围又是什么呢？那再问你一下，如果说呢有一个这个北分署的署长，一个国策顾问给观众选，你会选哪一个？大家来选选看，好不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来说。好，今天在立法院里面呢，有一个场景，你会看起来觉得不太对啊。原因是因为国土划分法，现在呢，我们的内政部长刘世芳讲，明年4月30号一定上路。但是那几个县市啊，8个县市，国民党的县市还没有在交这个功能分区图的，赶紧交上来。结果发现了不对啊，这一排站开喊话要展延的，怎么通通都是民进党的委员？好，本来22个，现在呢变成了14个，再次的喊话，拜托我们还要再沟通一下，地方上面跟中央不一样了，请教兰姐。目前当然对于这个内政部长刘世芳来说，他特别点名说都是蓝营主政的8个县市哦。但是刚才这个燕莹也说了，事实上站出来的很多立法委员们，事实上是蓝绿不分哦，都有很多的反而是还是绿营的哦。所以我在广播节目上面特别针对这个事情探讨过这个事情哦。这个状况我觉得刘世芳只讲对了后半段而已哦。事实上为什么这8个县市或者说呢云林县特别针对这个事情来争取？因为先前你不要讲，从2018年开始呢，这个各个县市提出来相关他们这一些都化的案子的时候，当中的屏东县、当中的桃园县，一个是潘孟安，一个是郑文灿，你通通的在这个分区当中，所有你中央认为应该要怎么样的分区，他都给你提个完全不一样的。当初的话呢，这个潘孟安呢，他还把这个4.5万公顷的优良农地降边哦，就因为你这个东西就设计很简单，因为你都列为农1、农2，就是比较优良的，就要进行粮食安全啊，进行农业生产，就不能够进行开发。对，所以我刚刚讲到，我们刚刚一连串讲一下，我觉得事实上都是很像。你要不要分官位？你们觉得分国土，要么就分资源，就是这些事情是不是你们这样上台之后，大家就随便分？好，所以对于这个潘孟安也好，对于这个郑文灿也好，他们就尽量把农1、农2，农1降为农2，要不就农1、农2能够改的，把一些什么都市计划当中的农地降为什么城乡发展的地方，就尽可能让它可以有开发利益。那如果说你是为了县市的发展也罢，这有多少是为了派系当中的土地利益？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问最多的。所以呢，当这样的事情过去之后，那所以其他县市就傻了。那为什么潘孟安可以？那为什么郑文灿可以？那我们傻乎乎的都提那种该农1就农1，该农2就农2。所以后来大家就开始抗议了。所以云林县呢出来抗议的最多，因为他们里面的农地很多乖乖的变成农1、农2，那他们就觉得那他们未来就没有发展了，所以才会这样的一个讨论。然后，但是所以回过头来看。刘世芳如果要这个国土计划法能够通过，其实回过头去先处理屏东县跟桃园县，你没有处理这2个地方的话呢，其他的县市你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公平待遇，按耐不下来的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推动的重点哦。那但是回过头来讲，就是说我们要去正视一件事情，就是说整个的国土的规划，现在很多问题在于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土地开发利益，第二个很多的光电问题，第三个很多的一些绿电为理由呢当中呢去进行很多的一些私下的一些交易啦、分赃啦等等的一个问题。对于民进党来说，我真的觉得赖清德是不是有一点点是流年不利吗？我不知道。你看这个于天，我觉得他也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于天大哥，就有点250，有点哪壶不该提哪壶。现在大家都在谈有关于这些官位分赃、这些权力分赃、这些资源分赃的事情，你还出来说，对啊，你说要给我的，你怎么没给？好，不太对，我觉得也正好趁这个机会，民进党好好的回答这些问题。那我想要请教一下洪薇姐，你怎么样来看？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认为国土计划确实啊，你重新来划分哦，这个利益良善，但是问题是很多东西其实牵扯到就是刚刚兰姐所讲的利益啊。其实是这样，就说因为这个整个国土计划法，那现在其实内政部里面就民进党里面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也就是在行政院里面大概是以刘世芳为首的，他认为应该要如期上路。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包含民进党的立委，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出来开记者会了，他们在之前也是在开记者会。当然我觉得某一个程度，他就是要跟他的选民做交代嘛，说我们已经有帮忙争取了。如果呢这个国土法还是呢如期上路的话，请你把这个账寄到这个行政部门，不是我们没有帮你争取。那事实上今天在立法院里面，我们内政委员会就开始在做这个国土法的逐条的审查。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由这个国民党的召委来排案的。是，那排案就是希望能够再延长2年。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现在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县市，它根本没有办法送上来，所以呢，刘世芳用这种方式，我觉得真的，你作为一个中央主管，不需要分化了，还特别讲，这都是蓝营执政的县市啊。对啊，那因为在这里面确实跟农民的对话是不足的。那也很多人觉得，在国土法里面，你没有把这个农业发展权，就是在这个云林县所提出来，希望农发权能够入国土法，而不是只是一刀切割啊！我从什么时候我就开始如期的上路？因为这里面确实对于很多农民来讲，它是一个就说。他的权益真的会差很多，是因为你一旦划定的时候，那他这个农地永世不得。就不能变更，永远不能变更，就永远不能变更，永远不能超生的啦。对，而且这里面呢，其实还不只是农地，还有一些公庙的问题等等，它确实非常复杂。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重大就是影响农民的权益的这个法令，在缺乏整个足够的社会沟通，你现在是不是一定要非要如期上路？事实上是非常有问题的。就国民党的这个态度来讲，我们认为应该再多做沟通，而不是说今天一定把这个油门踩到足，就是非要上路。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些县市还没有准备好的话，你为什么不再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再来去跟农民、再跟他们的民众做一些沟通呢？是，报告，那我就想问，他们急什么？他们急着很简单啦，这个急着就是说他们要上路嘛，哈，急着是说要。类似，如果好一点方向来讲，就是要建功。你看国土计划这多大的事情呢、从105年开始吵到现在，多大的事情啊！可以如果这样一锤定音，你看这个真的定了。不要忘了哦，今天这么多的民进党立委起来说暂缓，可是也有环团、林淑芬等等的是反对的哦，他希望说尽快。所以这里面民进党就分2派。我觉得最恶劣的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你这个事情怎么把它政治化呢？这个事情简单来讲，就是农民会觉得说，嘎奇怪，我的农地这么好，特优的农一农啊，然后就永世不得超生，我就不能够开发。大家想的是什么？以后的未来的开发利益呀、我就想到我当立委很久以前，这里面农地不能盖农舍，为了炒出能够10%可以盖农舍，炒翻天。后来过了以后。